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孙浩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来看看这个在国际跟国内的各种议题里头，被关注到的还是中国海警船在金门海域所发生的状况。这个是昨天《自由时报》的消息说，哇，16号的时候，中国海警曾经2度侵扰金门水域。因为前阵子我们都在说，哎呀，他都没有进来内海啊，国防部否认啊，等等。这一次是我们主动发布的，说有2度侵扰金门海域，我们有加以监控。怎么做呢？根据海巡署金马棚分署的说法是，全程海巡艇1对1并航监控。全程中文加英语广播来示警，立刻就笑了。为什么？搞不好有老外啊，收证要把它驱离。那最后他们强调，是因为这样的近距离的监控之后，让对方离开了啊，短暂越过海峡中线，执行了30.5个小时的台海巡航，很久30.5个小时。好，所以还有一个消息是，台湾海到底安不安全？德国第一次由德国海军少将舒兹说的即将在有2艘德国军舰有可能等待柏林命令之后，9月份他本来还关心9月会降息等等，他居然还可以预告的9月份可能是否要穿越台海，其实也没有说已经决定了，还在决定，等待柏林命令。如果真的穿越的话，将是德国海军22年来的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预计是要停靠东京的，访问南韩跟菲律宾的，还要参与法国、印尼、意大利这些地方的联合演习。所以如果路过台海，这样也是很有意义就对了哈。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特别回应这件事情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关键在于坚决反对台独。那么一贯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跟安全。其实如果说他真的要航行，就直接航行就好。现在预告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测试水温吗？还是我不知道，他们反正也还没有做出决定，行动也还没有展开。但是在德国这个紧张的中国原则，过去有几个例子可以来观察一下。当加拿大在2023年9月。加拿大的军舰结束东海演习之后，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立刻中国在隔没几天，7月11号的时候，接下来7月11号的时候，就有4艘军舰现身，去航行美国专属经济海域或中俄轰炸机现踪阿拉斯加美加战机的联合拦截。英国也是一样，今年说低调穿越台海，那8月10号就有英国皇家海军监视英国水域。往返俄罗斯的中国军舰，马上英国军舰说2艘中国军舰就在这当中一直密切监控，罕见还穿过了英国的水域往他们的海域走，等于说敌动我就动，那我也不会客气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德国有可能吗？如果真的也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的话，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军舰正在等待着解放军等待着路过波罗的海来示威呢？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发生？当然有一个中非之间的冲突事件是比较有可能擦枪走火，有没有可能再引爆成更严重的这个国际上的纠纷呢？因为呢是在昨天发生的凌晨3点多发生的渔船碰撞事件。不过这次是海警船，中国的海警船是公开指责菲律宾有2艘也是海警船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允许就非法的闯进了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的海域。结果4点多的时候呢，又是互相喊话之后，直接冲撞了中方海警船吗？在中国大陆方面的说法是菲方主动的，发生了擦撞。责任完全在菲方。到了6点钟，中国海警说，这个不顾中方反复的警告，再次的闯越了中国南沙仁爱礁附近的海域。那目前当然是只有中国方面释出的影片了那菲律宾呢强调他们是尽管舰船受损，还是完成了岛礁运补维护主权任务。这个冲突没有人员伤亡，好险，不幸中的大幸了但是这当中是不是有牵涉到主权的问题？那要怎么解决？还是撞完就算了？不知道。那中方当然非常高规格的去严厉的谴责，认为侵犯了中国主权。但是菲律宾方面呢，也是谴责啊。那美国大使甚至公开的加以站在菲律宾这边来谴责，他说他谴责中国海警人员在仙宾沙这附近的危险行动，认为是危险的，危及了菲方人民的安全。那双方有各种防卫协定的那如果真的这艘海警船是海警船
发生状况的话，那美国的态度该怎么做？相关专家也分析，菲方的意图是试探中方的底线，底线是什么呢？可是会不会误判了形势，反而这种挑衅造成了更高的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将军，我们先看看哦，最近常常有这个不管航行啊或飞机、军机跟台海中线穿越的这种常态的状态，那以最新的这个状况，您怎么看呢？照理讲，不管是德国也好，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们都属于北约组织的啊。那美国在全面这个抗中的这个姿态之下应约而来。但是他们并不具有军事的威胁，那么这些船就跑到这边来参加一个像我们常常远航一样，到日本跟其他国家军舰交流，那么主要就是宣示啊，挺美国人的自由航行权啊，所以有这种基调在里面呢，中国大陆也不甘示弱嘛，那我也派船到你英国那边转转。到你这个其他国家面前去转转，日本去转转，也是说，你既然用自由航行权来宣称你的行动是合法的话，那我也可以到你们的外海去，像阿拉斯加了，这个关岛了，夏威夷附近都出现过中国军舰的这个行踪，这是一个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个角力，但是真正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对菲律宾这个问题啊，那摆明的就是碰瓷的事件不断，他就是跟你仗着你不好动手的状况之下，那马德雷舰已经是搞了几十年了，现在在宪兵礁又搞2条，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长痛不如短痛的话，既然你是拿着美国来唬人，说因为有美国菲律宾协防条约。那我就强压你这2条船，把你押送回菲律宾。我看你美国要怎么样？我记得有时候啊，这个强硬的手段还比较容易获得成果。你像南昌舰上一次打开这个火控雷达，就让美国的船飞回去了。菲律宾这2条小船，值不值得美国跟中国翻脸打仗？我相信，经过大胆的评估的话，应该不会。但是你就这样子平常检查人道援助，这样没完没了的了。那中国海域里面的岛屿很多，那除了宪兵礁以外呢，其他也可以搞嘛。是，这就是小无赖搞这种名堂嘛，就吃定你不敢怎么样嘛。所以我很早就讲了，长痛不如短痛。你越拿不出比较激烈一点的做法，你是没有办法遏制这个状况变成，因为。菲律宾的行为就去勾引越南嘛，勾引其他对南海有伸缩权的国家来破坏中国大陆的南海行动准则。其实这2条船也很容易啊，派的陆战队跟这个军舰把他那2条船的马达给它关掉，用拖的方式把它拖回去，也不伤人。这个行为是可以的嘛。如果这个都不做，那菲律宾这种挑衅是没完没了。这样的这个小家伙呢，你不敢公开打他呢，他就没完没了的搞。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陆在南海的伸缩权就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必须要采取断然措施，不能这样子一直搞下去。那要说刚刚为什么我们在讲金门对峙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海巡人员讲中英文，你笑那么厉害，他有没有讲台语？因为我不晓得中国大陆的渔船里面是不是有美国顾问，要不然干嘛讲英文？还是有美军在监控资讯啊？对，我倒是觉得海巡署要准备多国语言了，德国船也要来，你是不是要讲德文？对，法国船要讲法文。这个请赖教授去帮忙啊！我才不愿意帮这个忙。这个加拿大这些乱七八糟国家来，你是不是要用多种语言？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对付中国大陆没有必要用英文吧，对不对？那我荒唐嘛，这个是秀我们的能力吗？还是怎样？双语教育，赖教授，台湾的英语能力没有比他强吧？有，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吹得很厉害，不然你海巡署的官员，你现在开始你都用英文来写公文，用英文来批公文，你这样管吗？来，你都用英文来批公文吧？可以啊，就你来做表率嘛。几句粗话很容易的，可以了啊，几句粗话可以了。好，不管如何，我们看一下，
北约的这一些成员国在欧洲部分的，他们是络绎不绝的都到这个东海来，而且你看意大利的航母也来了，然后在过去荷兰呢，或是加拿大啦，他们的船只、飞机都来了。我的判断是美国在北约起了作用。美国在北约的讨论说，我们必须对外的讲话是说确保印太的航行自由，但是实质上就是北约要在亚洲存在，北约要在亚洲展现它的力量，而且对象很明白也很明确，就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中国，就是中国大陆。所以等于是北约的这些国家这些成员国，他们都在执行美国在会议中的要求，而且已经形成决议。所以意大利是算里面最诚实的。意大利的外长来到，他的经济部长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义务啊，我们是北约成员国啊，有这么一个决议，我们是义务，我们一定要来啊，你就体谅一下，体谅一下哦。”那这个很明白的就把整个都讲出来了，也就是这是美国的要求，而来的国家就是执行美国的要求，也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那也就是说，有的强悍一点例如说像荷兰就是很强悍了，就进入了这个经济海域，而且还靠近领海，后来被中国大陆驱赶走，用械光弹，然后还用这个低空这个飞行的方法把你硬硬的逼走了。澳大利亚也是很强悍，也是被硬硬的逼走，然后气得哇哇叫跳脚。好，很明显的，大陆对于这些北约的国家采用的态度、对抗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特别是对美国对抗态度都很强硬，就是遇强则强，很强悍也很强硬。我个人认为，这些国家他们不管他心甘情愿还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我们不用去管他动机，不管他心态，我们只管他行为。他的行为就到中国大陆来了，那也就是对等于大陆。那他们也都知道中国大陆有个传统，而且我觉得大陆要发扬这个传统，而且要形成一个全世界刻板印象都刻上去的传统，就是礼尚往来。你把它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今天你到我家来，明天我就到你家去。再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我觉得这些要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那就是礼尚往来。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执行兑现它礼尚往来的能力了。例如说，中国大陆的军舰跟战机、轰炸机都可以已经到阿拉斯加了。阿拉斯加对美国的整个军力会产生牵制的作用。你美国如果一旦攻打阿拉斯加，你美国守还是不守？救还是不救？救你的后勤补给线太长，你的军力都被吸在那个地方；不救，美国的威信扫地，所以它的领土被攻击而不去援救。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战舰跟战机进入阿拉斯加的时候，对美国其实北方司令部构成了巨大的牵制力量。另外，在这个欧洲这个部分，当他的船舰去参加这个军演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军演，然后开始穿梭在英吉利海峡，其实就已经向欧洲展现这个能力了。未来会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地中海对于意大利也到你家走一走，对于法国、对周边的国家也要走一走，在大西洋这个地方。你看，这次英国紧张了，法国紧张了，比利时紧张了，然后未来也要到德国的家门口走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到中国大陆来，中国都会以礼相待也都会回到你家去。菲律宾的问题，我支持这个帅将军，我们的帅大将军的一个主张，就是你对于菲律宾，你只能够越来越强悍，你不能够一直克制忍耐，克制忍耐。你会被解读为软弱、怕事、胆小。我觉得克制跟怕事表面上的行为都一样这个要分得出来是先前的登船检查啦等等的，像这样在海上的中非冲突已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平静一些，但是显然昨天又有这起冲突，即是海警船发生碰撞。那这是不是代表菲律宾某一种态度也还在转变吗？
其实这次的事主是宪兵礁哈，宪兵礁我们以前叫宪兵暗沙，然后中国大陆称宪兵礁，好，然后菲律宾叫做艾斯科达礁，它是很靠近仁爱礁旁边的一个礁石，那个我们讲低潮高地啦，它那个低潮之后，它的水面会露出那些石头。那这一次是菲律宾有2条海警船，4410跟4411两条海警船，它要去仁爱礁做运补的时候，冲撞到这个中国的海警船，然后破了洞，2条都破了洞。那我要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这2个宪兵礁跟仁爱礁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在哪哈？不好意思，有一点小，但是它指给大家看哈。这个地方是我们常讲的美济礁哈，美济礁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在这边完成了所有的建岛造礁还有讨道的设备。再往菲律宾过去一点，这是仁爱礁哈，这个是仁爱礁哈。宪兵礁其实更靠近这个巴拉望岛的地方是宪兵礁，所以基本上它的整个地位就是宪兵礁、仁爱礁，然后美济礁。那这个地方是整体中非在过去20年来不断在所谓的海洋冲突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哈。那为什么仁爱礁这么重要？刚才将军提到，仁爱礁是这一年的重点。为什么？马德雷3号，我们讲的2次大战的一条破船，有人说今年暑假要沉了，我听过有个学者说今年暑假要沉下去，他没有沉啊，他没有沉下去啊，但是他一直往下降是没错，但是菲律宾要不断往上面运补，因为上面有菲国的水手海军在上面，所以他们要运补，所以每次从菲律宾的船要去仁爱礁运补的时候，就会跟中国大陆的海警做碰撞，发生所谓上次有那个斧头帮砍到有个手指断掉哈，那这一次呢？这个在宪兵礁附近又发生冲撞，那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冲撞似乎是越演越烈的趋势哈。那我们要看说，那这个整体的整个作为，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当菲律宾他们在小马可斯政权过分亲美的结果之下，他们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整体在他们家前面的礁石，他们一点也不想让。当中国说我们9段线后面有人对我一点都不让的时候，菲律宾说我一点都不让。问题是9段线它是画到巴拉望岛前面的，这些礁石全部是在9段线里面。那你菲律宾你要如何去跟中国运用更多的智慧来谈，而不是用冲撞？我要再举一个例，今年还有一个问题是菲律宾提出海域法，它在所谓的东门礁跟美济礁附近它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给你画什么？画领海，画经济海域。问题是这有用吗？你没有跟中国大陆好好谈，你画那个海域，他说你只要任何人破坏我们的法律，破坏菲律宾法律，要罚6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啊。那请问你罚得到人家钱吗？我很好奇啦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菲律宾他必须要拿出更多的想法跟诚意，如何在这个岛礁的争夺上面避免这种小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冲突会升级，未来如果升级到区域型的军事冲突，我想两方都不想见到的。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对抗从区域的地缘政治开始，在越南的部分，最新的消息来自于越共总书记苏玲访问了中国大陆哦。刚开始大家在等他们见面之后会有没有一些消息、一些画面、照片等等可以公布出来。结果呢，访问了中国，感受到2个人见面，结果想不到双方的媒体还在这个比较到底谁先发出来，是由越南的媒体率先发布，由习近平见了越共总书记的像这样的画面呢。19号上午见的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面的广场，那这一系列的照片是越南新闻率先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布的，让旅美的中国时评员还说看看新闻联播有没有更多的特写镜头，不明白新华社为什么压着照片不发偏偏要等海外发照片。当然这个双方的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步，对越南来讲，中美之间它如何取得平衡，那么尤其是见了面之后即将要发表联合声明，那重点在于中方表示愿意跟越方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跟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这个概念。一带一路呢，如果跟越南合作下来，当然就是2廊1圈呢，包括了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建设，那智慧海关等等，这个所谓产业供应链打通到越南之后，就是整个一带一路打通到了这个东南亚这里的重要的陆路跟海上的交通路线。所以越南总书记的苏玲访问，寻求的是什么？表达是寻求跟提供软贷款
跟技术发展交通基础，讲得很白，也同意跟中国加强国防哦。跟保安相关的联系，14项的协议涵盖了铁路到鳄鱼出口，通通，也就是说消费物资的出口项目跟铁路的基础建设都谈。那么对于越南来讲，他看的是什么？中国“一带一路”跟其他国家共同的合作，进出口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9兆美元，所以接下来也要看跟中国大陆可以有什么更多的合作，可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当然，这当中的关系也蛮微妙的哦。越南、柬埔寨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军事的关系，所以苏林上任之后，一上任就立刻往中国大陆去出发，代表了他对这个地方的重视。那么也更是抗衡了美中日之间的距离，但达成一个区域的平衡嘛。当然，苏林9月也要访问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到时候可能也会跟拜登见面。不过现在见不见面，拜登可能大家各国也没那么重视了哦。但问题是，不满越南重兵集结运河，柬埔寨这里动作很多，所以这才是越南很重要取得平衡的原因。柬埔寨正在试射火箭弹，我们看到这个火箭弹的试射呢，刚好就是在越南德崇富南运河开工之后，边境集结兵力。那这个兵力呢，让柬埔寨这边有点紧张，所以显然这个示威的概念蛮深的，就是要用试射火箭弹来表达说他们对于双方拒止关系的重视哦。那柬埔寨在运河这个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当然跟“一带一路”有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运河长180公里，是耗资了17亿美元。而这个运河呢，更重要的是这个德崇福南运河。跟中国近来在柬埔寨施雅努湾港口这里重新修建的云壤海军基地，看到了吧？海军基地这个部分基地有相连的话，外界就很多联想啦。所以中国的船舰、军事设施将会从暹罗湾进出到这个运河来，一路往外通行的话，畅行无阻。其他西方国家当然担心安全疑虑啊。可是越南担心跟柬埔寨之间的关系之外，他也表示还要跟中国大陆进行国防的合作啊。所以这个多边的关系当然也值得外界来关注。西方尤其美国一定也是蛮担心的。将军怎么看？首先啊，为什么照片发布有前后啊？这个一方面就是中国就在摆出一个姿态，是你有求于我哦。我不先发布，因为你急着要发布，证明你跟我关系很好。我不做回应的话，还有点保留啊。第二个，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中国跟越南之间还是有矛盾的了，不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越南搞阻止外交，就好像那个女朋友脚踩2头船，跟另外一个男生有来来往往一样。都往哪吹到哪儿？因为他就是阻止外交，两边讨好嘛。所以中国大陆你要跟我好，你就表示坚定一点。那我才愿意投资你的铁路、你的高铁、你的公路，因为铁路到哪里，公路到哪里就发财嘛。但是越南又担心你在这个缅甸这边搞这个运河，因为越南跟缅甸之间也是有问题的。那中国大陆一定会盖这180公里的运河，对云壤基地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往印度洋去发展的话，这个海军基地一定是很重要。所以越南又希望接受中国的援助，又怕柬埔寨对他的一个威胁，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边境并不安定，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政治矛盾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说，我的投资在这里，我的技术在这里，你的希望在这里，但是你这个阻止外交，你的分量你自己掂一下，你不要被美国，因为中国大陆也担心越南把金兰湾啦、芽庄啦、岘港啦这些基地给美国所用，那对中国大陆极为不利。因为越南的这个国境线是很长的，几乎在这个沿海都是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配上菲律宾，两个一起来搞中国的话，你南海的一带一路一开始就断了，还没到南海就断。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双方都有暗中要挟对方的条件，对吧？你逼我急了，我就跟那边靠一点；那边你逼他一点，他往这边靠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政治的艺术了。那这个越共的书记，当然第一个要跑大陆，因为很现实的，美国不会拿钱来支持你盖铁路，也没有那个能力来支持你盖。这个大利当前呢，钞票是最现实的，经济发展是最现实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示好。但是美国这个朋友他也不能丢，因为他也是
夹的这个可以保障他的安全跟他的跟人家讨论的一个底线筹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看起来是矛盾的，骨子里面这个小国家必然是这样做的啊，所以就看双方怎么样去演化这个关系啊。是。赖老师当然可以看到，越南总书记苏玲才一上任就立刻往中国走，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很清楚了。一般来讲，一个新任的国家元首或是最高的权力领导人，那么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代表他最看重的国家嘛，那他上任没多久，马上到北京去访问，就代表他对于中国的看重排在他的外交的第一优先的地位里面，也是最看重的。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国家它本身不稳定他们的政治人物也不成熟，所以对于大陆来说的话，他也要去摸清楚了解你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举个例子，像习近平他上任2013年的时候，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到俄罗斯。你看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一直走到现在2014年了，一直很稳定，而且是越来越好。可是你看小马可斯刚上任的时候，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大陆，刚刚选上春假的时候就元月就到大陆去访问，然后签了很多合作协议，其实带了一堆礼物回家了，然后回来以后美国的高官来了没有多久以后就翻脸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不稳定。那越南过去的记录也很不好，在越战的时候中国大陆帮越南不少忙对，不然越南怎么有可能打败南越完成统一？可是你看，一旦统一之后，他第一个那个抛弃的就是中国大陆，拥抱前苏联，而那个时候是大陆跟苏联是对抗的他让苏联海军进入金兰湾，你看，然后中越后来爆发了一场冲突，你就可以看到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跟菲律宾事实上是有若干特质是相当的。然后你也再看一下范明政。那么前几个月才到北京去，到北京的时候大骂美国，说美国威胁他，他才不吃他这一套，然后希望中国大陆帮他盖高铁，没有拿到以后回来，然后就翻脸了，就到联合国申请那个大陆架的问题，而且呢，上礼拜才跟菲律宾举行这个最大海警船的联合警巡，而且就在南海针对中国，这就是越南。那你现在这个北越的这个领导，因为他们的派系很复杂。那你这个北越的领导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你有多少能耐？所以我个人的定位是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接待他，第一个是以礼相待，第二个呢是认识之旅，就是认识你这个朋友认识能不能成为朋友还不确定，观察，因为他们以前比较熟悉的是阮富仲嘛，而且是好朋友了。所以阮富仲在越南，他能够起了一个平衡的一个作用。例如说，当南越的官员更多的时候，他又要亲美又要反中的时候，那阮富仲还可以有一点力量来维持。那现在这个苏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我觉得现在是在了解、掌握的过程中。吴老师，苏玲是接替阮富仲成为这个四支柱越南有四支柱，它其中它是3个支柱，总书记、国家主席还有军委会主席那他之前爆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是，他2021年去参加那个英国的时候，全世界气候变迁大会，被那个撒盐哥邀请去他的那个牛排馆吃高档牛排。你知道撒盐哥就是那个这样撒盐的那个，很远的这样。对，那个，然后他去吃了之后，越南人民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允许你这样去吃吗？这个是很大的新闻这一次苏玲他一上任，像赖老师讲，他立刻去了北京当然就是谈一些条件，谈一些交涉做生意，但是他也去了哪些地方？他去了广州，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对越南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知道胡志明当年在广州办了报纸，也办了那个革命青年社在那边训练培养越南的革命青年，所以广州跟越南有很大的渊源那当然这个他也去了黄花岗72烈士里面有一个越南的爱国烈士范洪泰之墓他也去那边祭拜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去有很多意义在了，包括一来是要连结跟中国的生意，二来要把文化中越友好做出中越友好的这种感觉。那其实中国越南的整体商业贸易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知道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已经超过大概1400
亿美元，比去年成长了快20%。1到7月1400亿，会突破2000，会突破2000亿，它是第一名。第二名是韩国1000亿，第三名是日本500亿，第四名是我们台湾我们大概是110亿左右，跟越南的投资，所以越南前4大，中国是第1大。所以为什么苏联一上台立刻就是我们要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那当然，他除了去了广州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越南跟东莞也有很好的关系，因为东莞很有名的是我们知道。香沉香就是那个香料木头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口港，因为东莞有一种木头叫莞木，那木头是很香的木头，越南人很喜欢，所以他们把这木头从东莞运到什么胡志明。过去只有东莞到越南海防的这个航线，他们今年特别增辟了那个从东莞到胡志明的运输航线，就是要运这个所谓沉香啊。这个很香的那个木头香料很贵，很贵，然后去越南所以我想他们在除了“一带一路”的合作之外商业的往来，甚至我们讲接下来越南有组织外交，它其实对中国的贸易，他们不愿意放手，但是他们在南海问题又跟这个美国做得很近，所以他们在做避险。我们以前在讲避险，就是两面讨好，竹子这边嘛，竹子风刚才讲了，风在吹会摇摆，可是它的根很硬，他们认为。越南的外交有他们的根深蒂固的精神在那里不容易松动。但是呢，当美中2大强权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两边可以都维持好关系。不然你看，奥巴马2016年去那边吃河粉外交，越南人就鼓掌啊，对不对？那现在有竹子外交，中国大陆去那边做生意，越南也欢迎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越南人他们与其讲他们是墙头草，不如讲他们还是有务实的一面，但是他们国内反中的情绪还是有国内反中的情绪还是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看看俄乌战争最新的发展，但乌克兰居然打到俄罗斯境内之后，现在到底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真的对乌克兰的战事是有利的吗？泽连斯基说，目前已经控制敌方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跟92个现在翻译正确了定居点，不是说 village 聚落，是定居点。那他强调这次行动已经成为我们从俄罗斯俘虏手中解放乌克兰人的过程最大的投入，尤其在最近的一次行动里，他说抓了很多的俄罗斯俘虏。这个库斯克战场的有3个桥，现在全部被乌克兰炸了。这个是来自于乌克兰，俄罗斯也证实的。这3座桥，16号是先攻击了这个格什沃镇这附近的桥梁，18号又摧毁了1座，然后19号又摧毁了公路桥。这3座桥摧毁下来，这个各种的军事专家分析，是不是呢？东边乌克兰部队，西边、北边包围，那南边是乌克兰国境，这样子的话，乌军是要瓮中捉鳖，会大举的俘虏这个地区所驻守的常态的俄军。当然，他们都不是精英，是这个地方这个居留定居点所驻留的驻军。那当然，就武力各方面也没有那么强大。那使用美国制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但我们想说，那这样它会不会也是一样无法撤退呢？那他有撤退的可能吗？还是说临近这个桥对他们自己来讲，是谁被瓮中捉鳖呢？拉斯夫罗夫说，普京明确表态过，在乌克兰对科尔斯克进行攻击之后，甚至他认为是入侵之后，现在任何和平的谈判都是不可能的。那泽连斯基想要透过这样子的进攻，让和平谈判的筹码多一些，但现在显然俄罗斯不买单，也扬言一定会加以报复。那么接下来中国大陆的角色也是被关注的了。李强这个礼拜要访问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关系越来越加深，这个伙伴关系对于这个战事的发展如何呢？美国是斡旋，在另外一方面，当然俄乌显然美国并不希望马上停下来，但是加萨就不一样了。那么美国的斡旋是逼着伊朗要和谈，还有逼着这个巴勒斯坦这边的这个哈马斯这里要同意条件，但显然哈马斯部分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同意。可是布林肯就先讲咯，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方案了，就是要逼着加沙走廊这边和平，是站在以色列这边比较喜欢的或比较偏向于他所倾向的角度来进行和谈吗？纳坦雅胡保证会支持美方提出来这个结论。当然呢，驻军啊，还有这个驻扎的这个控管区，就是对以色列相对有利。不过呢，
到底哈马斯同不同意？已经发了声明说他们绝对不同意，就看未来的发展啊。但伊朗呢角色，前2天我们才讨论到啊，不是说24小时、48小时到底要不要反击他们的首领被击杀的这个事件。那现在双方的停火谈判，美国表示他们的话语权呢，伊朗强调是美国不是诚实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呢，现在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结果呢，也没有保障到其他国家平衡的各种权利还有义务的关系，所以卡纳尼再次的宣称，反击行动势在必行，我们不是不攻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定会继续进行以色列的反扑跟攻击。但接下来怎么攻击？各种前情报单位各种的说法，现在真的不知道。说要双方成立热线，热线之后怎么办？伊朗还在寻求中国的侦察卫星技术。一旦有卫星技术的这个加持的话，当然对于精准的打击，各方面的瞄准度就会大大增强可能的影响力喽。那么另外还有真主党秀的攻击地道，这是前2天发生的事情。罕见他们把地道给公布出来，里头有武器、有影片，告诉大家说这里的武器非常的多，包括还有人可以骑机车穿梭了哦，还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卡车啦哈，所以有各种的武器在这里展现的是什么？秀肌肉啊，说我们还有各种的影响力，我们的武器都还可以在反击，要威慑以色列吗？不过这个影片一字不短的播送之后，以色列则是在 X 平台上面转载，表示真主党必须被消灭，所以一定要把他们这个地道全部给消灭吗？但是摩萨德系统是不是渗透了真主党高层？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认为情报局呢，摩萨德已经进到真主党通讯网络啦，所以才能击杀相关的反对的分子啊或领导人啊。那以目前为止，据目前已经40年来，美国长期的策划，已经各种的海军军队的各种爆炸案里头，已经有241名美国军人死亡了哦。那美国在当中所牵涉到很深的这个关系，接下来如果黎巴嫩再次陷入恐慌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控制呢？以黎情势的紧张，真主党说对以色列要北部来发动无人机攻击，那外界担心有没有可能就进一步更扩大战争发生的地方是跨境的暴力事件，所以以色列是真的要和谈吗？还是要让这个地方更严重的战争有可能会爆发呢？所以从俄乌到中东都很难平静下来。将军，首先我们谈一下俄乌战争。平常来讲，乌克兰这仗打得蛮漂亮哦，但是我们看这个战争呢，它的作战目标、战略目标是什么，才可以预测它后面的行动。为什么像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呢？因为乌克兰前面都在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下，在乌东、在卢甘斯克、在这个乌东战场上吃瘪了，打得民穷财尽。当然，伦茨斯基面临这个困境，他必须要打出点声量来。第一个，争取和谈的条件，争取和谈的筹码。将来和谈，我是不是可以用领土换领土这个议题？虽然我拿了一小块，谈那个大议题啊，大领土交换、俘虏交换。第二个，要鼓舞美国的人心啊，不是说无效的资源花了那么多钱，是吧？要给这个欧盟的国家打强心针。你看，你们的援助是有用的，所以这个战场上你看得展现出来，欧洲的战车、甲车啊、雷达，这个美国的哈马斯以及常年久缺的炮弹，在这次战场上都用上了。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卫星情报，选择了俄罗斯最偏僻的一个侧翼做一个突入攻击。但是我要给他很早就讲，它是一个以政治目标为目标的战略规划，就是说我打一个有限目标。为什么会打一个有限目标呢？因为它不具有长城突穿后续的部队的能力。你要想真的围救赵的话，那500公里可以打到俄罗斯的话，打到这个莫斯科的话，你才会吸引到俄罗斯要抽调乌东的兵力。你这次打这么1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乌东战场的俄军并没有抽调，就代表你这个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问题受限于什么？你没有后续的大量的预备队可以投入到这个突穿。因为我是写演习计划、作战计划的人，
你要有一个突破口的话，能够打开，那后面就要有足够的第2梯队、第3梯队的这个强大的兵力，一直向深远的地区突穿。2次大战的所谓闪电战术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就可以打到你后面的核心啊，造成法国就是这样的亡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打了这个30公里的这个战线以后，马上就开始在构筑防御阵地。代表什么意思？他能力也只能打到这里，他必须要持久。但是他杰出的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在哪里呢？他利用了哈马斯的对境外的攻击，把俄罗斯的3个补给线的桥梁给你炸了，就让俄国的增援部队增援的速度会降低，被困在前线的俄军的补给会受到干扰。这些作为啊，并不是想去全部俘虏地区里面的，因为战争目标里面有消灭敌人有生战力或者占领敌区的战略要点，这是你规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嘛。那现在看得出来，并没有说要歼灭这地区里面所有的俄军的有生战力。那你现在马上得到一点好处，马上转为防御，那就是要持久的打算。这个持久的打算也就争取到将来和谈里面能不能形成一个筹码。因为如果这块地很快被俄罗斯又拿回去的话，不但没有筹码，你自己的这个弱点就充分暴露，也让欧洲跟美国对你根本就不抱希望，那援助就断了。他之所以集中现在残余所有的精锐部队孤注一掷的投入呢，就是要这一块地被他占领了，达到说，你看你俄国到我家来，我也到你家去，我现在还是有能力做攻击式的作战，这就是我讲的政治性的战略目标。所以你看他后续的动作，他已经开始在防卫了。如果这么1000平方的地啊，他都守不住，那这个前面的战略目标就没有了。的确也很难守，因为他打的是80几个战居点，那个点都很小，不是城镇。城镇的话还可以持久一点，这个居民点就是散居在地方的小村落，还不构成村庄。所以问题他现在马上加工事才能够守得住，因为他的部队也就10000把人嘛。很显然就暴露出你没有强劲的第2梯队、第3梯队的有效战力。你把所有西方国家给你精锐的武器，包含外国的佣兵，包含这个美国的、英国的顾问，通通投入在这一个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孤注一掷了。当然现在大家有各方的意见不一样哈，像将军觉得他要固守这个地方，但赖教授那么也有不同的看法，说他们应该赶快撤离，否则的话反而是他们会变成孤军你守不住就要撤。所以俄乌战争现在也在焦灼，那更何况是中东。这次泽连斯基的这个决定，坦白说，很多军事专家都很错愕，因为一直抓不到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他打的目标是什么。泽连斯基在昨天公布了，他说我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缓冲区啊，那这个讲不过去，因为这个凹不太像话。各位观众朋友，您想一下啊，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我们这个教授啊，他是留俄的啊。俄罗斯的国土面积不是院长哦，院长，对，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啊，就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1700多。那它现在控制区是1000多平方公里，那也就是说1万多分之一而已。你口袋里面有1万块钱，掉1块钱在地上，你不一定会弯腰下来把它捡起来啊。当然，我不是说俄罗斯不要这块土地，而是说俄罗斯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这块土地放在俄罗斯里面真的是很小，而且是靠近乌克兰的边界，就在乌克兰的边界，这个地方没有重要的战略物资。没有看到有重要战略物资，没有重要的城市，没有重要的这个战略要地要去控制占领都没有。那当然有人说，那有核能核电厂，你不敢打核电厂啊。基本上来讲，因为这个会引起这个整个区域间的公分，而且这个如果这个核电厂真的被你炸了，风一怎么飘也会飘到你的境内啊。这个是基本上是另外一件事。好，那因此大家在问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建立缓冲区，大家觉得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啊？为什么？因为刚刚孙连金讲的，他把他的往前的道路都切断，然后他跟乌克兰连接，可是问题是他的后勤补给要从乌克兰过来，
现在俄国已经开始在用空中的方式攻击它的后勤补给线了，跟后勤补给点了，所以它困在那个地方的，看起来是它占领，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被困在那个地方的这1万多人，你撤还是不撤？你不撤的话，你后勤的东西上不去，你怎么办？你怎么持久战？你根本没有办法持久战，而且冬天马上要来了，它都是农村的小聚落，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大家就一直不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后来一般来讲就认为说，你会不会再想模仿2022年的所谓的围魏救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2022年俄国一打这个乌东地区的时候很顺利，也在第一时间把哈尔科夫乌克兰的大城之一哈尔科夫占领了。结果乌军去攻打顿涅茨克的时候，逼得俄军把哈尔科夫的部队往内调，结果造成这个防卫空虚。他们严格上来讲就是要吃掉哈尔科夫，所以就把哈尔科夫又夺回来。那现在他的乌东的战线是紧张的，乌克兰战线紧张的。他往北打的时候，一般估计他认为俄军会回防，往回撤。结果普丁完全不动，也就是挡在那个地方，不把兵力抽调在那地方，乌东地区继续打。目前据说已经快打到红军村一个战略要地，打下来的时候，乌东就很少有无险可守了。吴老师认为，现在以哈之间的谈判，虽然布林肯一再到以色列那边去强调说马上和平谈判就要促成了，但显然哈马斯并没有同意啦，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吗？以哈之间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目前短暂不会有任何的和谈啦，因为不要战事扩大，把那个黎巴嫩的政府长也拉进来哈，甚至我们讲更多的战事扩大，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因为两边彼此的仇恨无以复加，并且都要想把对方从地表上移除。还有伊朗呢？对，伊朗在后面也是非常重视这一。我们在看伊朗到底怎么样突袭啦，因为他不会再讲说我要怎么突袭，因为这一次他会用特殊的方法来作为一个给他们的领袖被杀的一个交代。我还在讲这个乌东，我对乌东蛮有兴趣的是。这个地方大家一直在怀疑是泽伦斯基他们到底的想法是什么？当然，刚才两位都讲了，他除了有核电站之外，他也是天然气的中继站。这个地方是从俄罗斯要运往这个东欧还有中欧天然气的一个转运的中继点，那个是加压站。对，泽伦斯基他去打那个地方，那当然他用了很多重兵跟重武器去打。那许多观察家，我看了这个 Responsible Statecraft， 他采访在10位美国政治跟军事学者那当然有人就开始发表一些意见，他觉得第一个，他们很聪明的让这个全世界的观感认为说，他们的战术很有弹性，而且呢，让大家对普丁的领导力画上一个问号，他是不是 Great Leader 开始画了一个问号。第二个，在精神上面认为乌克兰还能打，还可以继续打，所以希望西方的援助继续加强。但是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说，这个东西很像1944年希特勒在这个二战的末期最后的这个我们讲亚登森林之战的突出部之役，他想要从中间切入，把这个法军、英军跟美军的切断。问题是那个是希特勒的最后一击，他打完之后他就输了，所以他有一个学者觉得蛮像这个突出部之役。